比特币凌晨的暴涨可信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在 Bybit 上面呢，依然持有这张50万美金价值的比特币多单。那以太坊呢，在前天晚上已经加到了25万美金的多单价值。我们来看大家最在意的收益部分呢，即使我们扣掉资金费率，目前呢依然有着230万、240万台币左右的收入，大概折合成 1.5 颗比特币左右，还有8颗多的以太坊。那如果你也觉得这个收益很不错，你也想试试看交易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我随便一支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会送你30美金的现金，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完全不用做交易。那 Bitget 你只要完成入金100U，达到一定的交易量，就会送你100美金的体验金。我们回到盘面上嘛，现在呢，我们从周线上来看呢，其实我们已经连续走了8根的阳线，8根的阳线，其实在比特币的历史上呢，也是不多见的哦。我们来稍微数一下，1、2、3、4、5、6、7、8根阳线。好，我刚刚有复盘了一下我们要连续走8根阳线已经要回溯到2017年当时2017年的上涨，因为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过去的上涨当中我们都没有出现这种连续的8根连续的8根阳线，这真的非常少见。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连续5根，这个位置4根，这个位置呢7根，这个位置也是7根。那其实我们在更前面呢都没有这种连续8根的阳线这里也只是7根。我们要到连续8根阳线呢，已经要回溯到这里了。我当时很清楚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在突破的时候呢，连续走了8根阳线如果说大家复盘的话呢，都可以清楚到这个位置它当时涨得多么疯狂。那其实我们现在呢，这个涨势是完全不可抵挡的。好，那其实中间有没有回调，有没有调整呢？其实是有的，只是它最后还是收了阳线而已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2个地方呢，它收的呢，这个 K 线跟其他根 K 线都长得不太一样因为其他根 K 线呢，主要都是在上涨，但这2根 K 线呢，它主要收的是长的下影线，也就是回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样有遇到需求，把盘面给需求起来了，所以我们在这2根 K 线其实它走的是回调，它走的是调整的，我们依然收的是阳线，那这当然对于比特币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好，那我们可以发现呢，其实我们在突破前高过后呢，我们已经涨出了好一大段的距离了。突破3万2之后呢，已经接近涨了1万美金了。1万美金这是什么感觉呢？如果我们在前高的位置做多，拿到现在呢，也有一个30%的涨幅100万美金，如果赚30%，就是赚30万美金，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收益了。好，那我们现在其实量能呢还好，稍微是比较温和的，但其实这个也是 OK 的，只要它不出现暴跌，那温和的量能呢，其实也没有问题而且现在我们在录制影片的当下比特币它依然还在缓缓的上涨，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我们4万亿的价位了。那我今天晚上会为大家做一场直播，来实时说明一下行情，因为现在行情呢还是比较刺激，而且可以产生出非常丰厚的利润的。好，那我们再回到日线上，在日线上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当前的突破呢，它有没有把背离给冲上，或者说它会不会形成背离其实我们现在涨的这种涨势呢，它的特征就是它涨的是蛮缓的，连续4根阳线没错，但是涨的幅度呢，它并不是这种暴力突破。虽然说我们从突破呢到现在，其实也已经涨了将近3000美金了，但它涨的呢是这种比较缓慢的，尤其我们的量能呢并没有显现出来。那遇到这种上涨的时候，我们就要当心它可以继续涨，这样涨其实也是健康的，但是它就不能有太大的回调，因为如果说有出现大的回调的话呢，那我们的 MACD 就会出现背离了。其实我们现在看一下情况吧，我们这一波的上涨呢，什么样才算是健康的？必须直接把这个前高给冲散掉，也就是我们的快慢线呢，必须把前高给冲破这样就没有产生背离的风险。那当然 MACD 呢都是有滞后性的，所以我们在隔几天再观察呢，我相信才会把我们这段的涨幅呢给完全的反映出来。那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密集观察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礼拜，它会不会有量能出现，会不会有连续密集的这种阳线呢，把盘面给真正带离出原本的区间，然后把我们的快慢线呢给超过前面的高点，这个才是我们下周要注意的关键。那其实我们在上周有提到我们这个形态呢已经收敛至末端了，这是它最后的机会，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有不断的谈到，不断的提前说到，我们要在上个礼拜就要突破。那我们也确实看到这种情况了。那我们突破过后呢，它迎接的就是一波上涨。
那其实我们在38000这个价位呢，你可以发现它突破的是非常的完美，非常的完美。突破之后就直接往上涨了，所以我们当时在突破的时候呢，做多其实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突破做多其实没毛病，没问题。好，那我们再切换一下到4小时。到4小时的话呢，其实在这个位置啊，可能有些人可能可以画出，比如说上升楔形啊。那当然上升楔形是不好的，它是一种衰竭的信号。但是呢，我们也要等到它下破我们楔形的下缘，我们才能确认这个跌势。但它依然是没有下破的，尤其我们到后面呢，它是上破了这个楔形的上缘了，那就可以再的表明这个突破呢是很强劲的，也就是这个楔形呢已经失效了，不然它是不会往上去突破的。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1小时啊，在1小时的盘面上呢，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走的呢，我认为是很健康的，因为它走的是上楼梯，而且1小时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它在突破的时候，突破重要阻力的时候呢，它是有带量能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出现什么情况。第一个呢，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这个位置，还有呢这个位置，还有呢这个位置，这3个地方呢，它都出现了爆量的突破。你可以看到，大概在38300这个位置是个阻力嘛，但突破的时候有带量，回踩之后呢再带量上涨，然后这个位置突破的时候有带量。上涨过后呢，我们到了39800左右遇到阻力嘛，然后突破的时候呢，我们又出现了量能，所以我认为这些上涨呢是健康的，至少我们切到1小时级别来看呢是健康的，而且我们调整的时候呢也没有出现太大的这种空头量能，所以我认为当前的盘面当前的行情啊，它走的是很健康，尤其我们从小级别来看，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啦，就是我们的 CME 要不要补呢？因为我们毕竟这波拉升呢，它是在半夜凌晨的时候，不好意思，凌晨的时候拉升的。我们来看一下 CME 图表吧。CME 它确实在日线上呢留下了一个39700一直到40300多，大概$400这样的，不好意思，大概$800，这个确实是一个蛮大的缺口，这个缺口确实是挺大的。但是我认为这个缺口呢补了其实也不要紧如果我们回落到39700这个位置啊，其实离现在1000刀。可以把短线全部干掉，但是呢，我相信如果坚定持有这些长期仓位的、长期头寸的这些人呢，他依然可以好好活在市场，而且不会影响我们这一波的上涨。所以这里即使产生回调，我觉得也不用怕。当然这里有可能回调，确实可能产生回调，但是我认为不用怕。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其实如果切到小级别这个缺口40400一直到39400这个区域呢其实真的是蛮大的，但是呢，我们也不一定它不一定，真的不一定要在很快的时间内回补。它有一种走法就是直接往上攻，上攻到我们的目标位之后呢，也就是到了点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这种大波的回调。那大波的回调之后，它总是会补的。我相信我们在4万左右的这个缺口，它总是会补的。我们在回调的过程当中呢，这波小牛结束过后的回调呢，我们都是会补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时间点呢，不补的时间点呢，它不一定要很提前它也有可能是在我们过了好几个月之后才补，我们不用期待说它会很立即的回来补，这种走法我相信才是最有可能的、最有几率的一种走法。那最后我们再看一下以太坊，其实以太坊呢，它面临的机会呢，我认为跟比特币之前非常的雷同。因为现在呢，以太坊它终于突破了前面的高点，那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以太坊由弱转强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复盘过去一段时间的上涨，从25000到现在都是比特币比较强。那么以太坊要比较强，很有可能就是从最近几天呢就开始转折了。那我个人也有布局了一些以太坊，这点呢可以给大家参考。因为我们以太坊呢在上方它开始要面临到真空区了，那真空区就会涨得比较顺畅、比较快这一点是大家可以稍作留意的。那它对前高呢也是毫无疑问做了很完美的突破。那如果你也想尝试这些交易的话呢，可以帮我使用下方的链接。那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